瓦地伦呢？我们现在准备当一下什么？不能说当阿拉伯人啊，我们呢准备当一下劳伦斯啊，我们呢也要当一下什么？当一下在沙漠当中探险的人啊。刚好跟我坐这是我的 driver 哈，我的司机。我们准备当一下法柜骑兵，走吧。阿拉伯起义之地，月亮谷，酒红色的山谷沙漠，壮观又荒凉。瓦地伦，约旦的西南部，面积700平方公里，全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沙漠美景。在这儿被科学家认为是地球上的月球表面，但在阿拉伯的世界却是一块历史上最关键的军事基地哦。你知道这里叫做什么？瓦地伦，约旦最大的山谷沙漠，特殊的风化砂岩地形让它看起来就像月球表面一样，我们把它叫做月亮谷。但真正让它闻名世界的原因是在1917年，英国为了争取中东地区的石油利益，特别派出了上校 Lawrence 来到这里，联合各个阿拉伯的部落一起对抗了奥图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争取独立，最后革命成功。这位上校也被称为是阿拉伯的劳伦斯。英国人让四分五裂的阿拉伯部落团结起，在这片广阔的沙漠当中呢，缔造了战争的传奇哦。除了缔造战争的传奇，也决定了现代中东的样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革命前夕啊，英国的中东专家塞克斯和法国的外交官皮科，他们2个人用尺跟笔一画，将中东一分为2。叙利亚、黎巴嫩跟部分的伊拉克成为了法国的托管地，而英国则拿到了约旦跟另外一部分的叫做伊拉克，成为著名的塞克斯皮科协定。没有顾及种族跟宗教的分布，就划分了彼此的国界，硬生生撕裂了原本的族群。这张纸也种下了什么呢？今天中东战火冲突不断的根源都是人啊！每隔10年，我们中东地区就会有战争，就像教宗方济说的，这是一场战中战，是外力介入的结果。来，这个我们从上面看下去哈，这样子的山谷，你能想象吗？哦，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是电影明星一样，来到这个地方来摄影、来拍照啊。在沙漠当中，其实呢，摄影有点压力哈，因为踩起来晃来晃去。这里是约旦最大的山谷沙漠哦，大片红色的沙地就在夕阳照耀之下，金黄色的、红色的，这里的地形又被称为月亮谷，在阿拉伯语当中也叫做酒红色的山谷。2000多年前是纳巴泰王国的领地。
阿拉伯的劳伦斯，我刚刚前面有介绍的，他被视为阿拉伯的民间英雄。有人觉得将劳伦斯太过神话，尤其是劳伦斯可能是 gay 的身份呢，让阿拉伯人不能接受。但这些呢，都是那个野史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文化与自然的双重遗产，沙漠里只有一些贝都因游牧民族住啊。因为日渐发达的观光业啊，旅游才变成他们最大收入。你看啊，我们来这边这个观光地啊，一定要让他们开车啊，这自己开进来，巴士自己开进来还得了啊？第一屌嘞，第二这个可能迷路啊，哪有斑马线啊，哪有双线道哈，什么单行道都没啦。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人建议一定要来过上一夜，夜宿沙漠，体验当地的贝都因游牧民族生活，太有趣了啊！这种地方哈，怎么说？每一个景拍下来哈，就很像那种好莱坞电影在拍摄的地方一样啊。这里除了吉普车之外，还有什么旅游啊？你可以骑骆驼啊。你说骑马呢，有点难哦，骑骆驼比较好啊。就在这里面呢，有一点那个 adventure 这种探险的感觉啊。像这样子，这些骆驼，你不要以为这些骆驼没事的话骑到这边来哈，这也不是这个商队啊。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我说的啊，他们呢，要祷告哈。因为我们这一趟前往的地方非常特别，叫做约旦加上以色列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约旦地区，阿拉伯劳伦斯的瓦蒂诺。我们现在在约旦地区哈。那我刚刚说了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在这里呢，也因为这一些骆驼就是过夜露营的人啊，来3天2夜、2天1夜，他们呢就带着旅客们骑上骆驼呢，来到这些地方，帮他们搭帐篷，然后帮他们呢架屋、带水、带食物，全部都靠着2只脚来走。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们来这边看看就好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那个老外来的比较多哈，可能跑进去里面，在山谷里面爬了哈。那对我们来讲呢，安全一点比较好。那这个时候你看，他们就这样不怕烈日之晒啊，完全不怕啊。在这里月亮谷，在这里也因为我前面所讲的那个故事，劳伦斯而成为非常著名的地方。很多人说，甚至西方当地的人说，战中战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外力的介入，导致成他们今天圣战者会变成塔利班，塔利班变成盖达，盖达变成努斯拉又变成 IS， 然后一堆又一堆，一堆又一堆。如果你不着重解决基本的议题，让中东的局势稳定，让各方的势力稳定，那你很难去告诉人民说，暴力是无法接受的啊，这是宗教介入的关系啊。有时候你想一想啊，好可怕啊！这个西方跟中东，伊斯兰跟西方的宗教就打了那么多年了，但是来到这边，我们将可以看到更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这里同样都是圣经的发源地，旧约圣经，这里可以说是3个地方啊，伊斯兰，还有呢犹太教，还有呢什么耶稣。所以哇，宗教有时候画一画好像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啊？你看这里的地形，这一次的这个月亮谷，这一次小王特别用的电影的这一种调性跟电影的规格调制成的模式拍摄，希望能够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这一趟的约旦加上以色列之旅啊！很多人跟了我好多年，也知道我不断调整自己的拍片方式，希望每一次都能够给所有的人带来全新的体验。我们常讲，台湾人有世界有套句现在最流行的它的价值是什么？快乐，当我们同在一起，当我们全部都是一家人，让我们去征服全世界。我们现在抵达了，这个就是阿拉伯劳伦斯电影的拍摄地，就在这儿。所以这里有一块石头，就有这个拍摄地的石雕的
画面画在这个地方让大家看哦。而这个山谷当中呢，也是这个贝都因这个民族居住之地，当然现在比较没有了啦哈。那很多的好莱坞电影几乎都会来到这个月亮谷来拍摄哈，瓦迪拉姆等等，哇，其实这个瓦蒂伦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玩哦，一时之间也走不完哦。我们就把重点月亮谷浪漫的名字把它取起来啊，那把它拍起来，因为在地理学家的眼中，瓦迪拉姆、瓦蒂伦啊，瓦迪拉姆也可以啊，它有跟月球相像的地形呢，这个地表呢与月球表面的环形上极为相似哈，山峰奇峻，鬼斧神工，这个就是劳伦斯拍摄地的那一个 mark 雕在这上面哦。你到外太空旅游当然不可能哦，所以就来到这个地方哦。这里跟我们之后将去的玫瑰之城佩特拉，我觉得不太一样啊，看到的景色完全不同啊。佩特拉给人家的感觉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啊。月亮谷最为人称道的是开发之初与环保观念就紧紧的扣在一起了啊。在这里呢，你如果说拿到他当地的门票，这个门票上面呢就写了他们当地的语言，写上什么呢？请你留下你的脚印，但是什么都不要带走。人家以前就懂得环保了哈。这里虽然我们坐的这个 4x4 的这个4乘4的吉普车 Toyota 的很多人也许看到这个地方呢，会觉得说，这加拿大谷哦，但是公斤呢真正的旅游家他就知道，这种地方这种旧车是非常普遍的啊。非常正常的哈，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国家给予不同的旅游的方式啊。你不能拿先进的国家哈，甚至拿台湾的便利来比较。穿行在月亮谷，点缀在红沙上面的，就是这样子的景观。你看那个短的灌木丛啊，这些神秘而顽强的生命啊，就在这儿啊。月亮谷永远真正的主人，不管是劳伦斯也好，自驾游客也好，我们都只是做客啊。看到这么生命力那么强的那些草啊，保护这一个瓦蒂伦，月亮政府禁止在瓦蒂伦的周边新建旅馆，却也带动了一种独特的瓦蒂拉姆式的旅游。他们在沙漠当中穿行35公里，骑着骆驼啊。那个骆驼，你要是骑35公里，我告诉你，下来的时候连2只脚都合不起来啊！入住充满贝都因风情的阿拉伯式的帐篷，才是真正来这边的旅游方式。我们用最快速、最适合旅游拍摄的方式来到这边。瓦蒂伦进行了户外徒步，选择当地牧民驯养的骆驼或阿拉伯马作为代步的工作。这里阿曼古城、死海、佩特拉成为约旦吸引全世界目光的地方。你懂吗？你了解吗？你知道吗？你接受吗？从电影开启了约旦，从电影开启了瓦蒂伦，好莱坞科幻大片一系列的片子都来到这边。大型的 SUV 飞驰在这个阿拉伯的沙漠地形，占有了整个约旦地形的70%以上啊！所以你觉得呢？我们这一趟探索阿拉伯劳伦斯瓦蒂伦。继续前进了，前往我们要前往的地方喽一样我就说了，70%都是这种地形，这也是来到约旦旅游最特别的地方。穿行在这些很特殊的地形地貌当中，车当然不是最好的，公路当然也不是最好的，但是心情是最好的，风景是最震撼的。现在来到了是铁路这是土耳其人在约旦在19世纪所兴建的
用于这个穆斯林到阿拉伯半岛的圣地朝圣呢。这条铁路也帮助了当时的土耳其帝国对于其偏远的省份的控制我们把它叫做汉字铁路。它也写上了瓦蒂伦车站。汉字铁路的主要连线连接的大马士革跟麦迪那全长1300多公里。现在当然变成了一个参访的景点。你看它的铁轨铁路的轨道是比较窄，是以前盖的。土耳其帝国当时用了5000个土耳其士兵来兴建、维护跟保护这条路线那现在呢留在这个地方当时你看它每一年能运送多少的物资很重要很重要的。但后来在战争的期间呢，也就是这个劳伦斯呢，当时在战争的期间跟英国之间呢，在约旦的境内，在这条铁路遭受了不可修复的破坏性如今只能留下。你看土耳其的有没有它的国旗在那很多的破坏都是由英国当时的战略家劳伦斯鼓动的他跟阿拉伯联合部队在一起，在铁轨设置了很多的地雷将这个运送铁路的火车炸到脱轨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一战后期还有部分可以运行的铁路呢，也被这个叙利亚、巴勒斯坦跟这个约旦外政府分别的占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呢，也就是留下来的残骸遗迹了所以有讲不完的历史，对不对？有看不完的东西，对不对？这就是约旦。约旦真的让你来一趟充满了惊奇